就在昨夜中国的这个同志兄弟朝鲜刚刚举办了朝鲜人民军建军75周年纪念日的盛大阅兵仪式。就和往次朝鲜阅兵式一样，本次阅兵式照旧选择夜间进行。当然，朝鲜也是全球所有武装力量强国中唯一一个选择在晚上举办阅兵仪式的。相比较白天阅兵仪式而言，夜间的阅兵式在视觉效果上更加震撼，也更加富有冲击力，正巧将朝鲜人民军在本次阅兵式上展现的新式武器装备展现得更加锋芒毕露，霸气尽显。比起南边的韩国，北边朝鲜近些年来在研发新式武器的速度上只快不慢，并且比韩国自研武器种类更加齐全，威力更大。除了我们所熟悉的600毫米超大型放射炮，长得像 T-14朝鲜新式主战坦克，以及朝鲜最新式的115自行榴弹炮等常规装备之外，朝鲜本次阅兵中展现出最引人关注的武器，莫过于最近几年呈现出喷发趋势的导弹家族，尤其是要数压轴登场的新型洲际导弹最为震撼。单从外观上来看，朝鲜本次展出的新型洲际导弹带有明显的固体燃料发射特征，其所采用的9轴特车底盘，相较于前代火星时期洲际导弹特车底盘，进一步缩短了全车长度，减少轴数，不再像原来那样硬生生搞拉皮搓车了，提升了机动性和对地形的适应能力，等同于变相提高了战力水平。当然，这款新式洲际导弹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固体燃料发射这点。固体燃料发射好处大家懂得都懂，不必像液体发射那样预加注燃料，暂时响应速度快，只要坐标在手就能随停随射。发射燃料从液体改固体，也极大降低了导弹本身的发射重量，减轻了对运载导弹车底盘的压力。转化成实际优势来说，具体一点，前代火星时期洲际导弹因为是液体发射强行上车，因此导弹本身体积巨大无比，重量惊人，需要把机动发射车皮拉到11轴才能勉强运载，而且过长的车体底盘使得火星时期难以做长距离机动，无法离开铺装路面进行越野机动，进一步限制了火星时期的核战价值。这要是放在实战环境下，火星时期这种液体洲际导弹因为机动性上的诸多限制，只能做到车库到发射场之间的短距机动发射，就非常容易被美国这种掌握了强大的侦察与监视能力的对手做到实时监控、发现、摧毁。核实战条件下的生存率可以说是不容乐观，一旦被核缴械，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对美国构成什么核威胁。但本次最新亮相的新式洲际导弹不同，采用固体燃料之后，极大降低了导弹的发射质量，同时还保留了足以覆盖美国全境的有效射程。运载发射的特车底盘需要承受的压力大大减轻，成功实现9轴车就能驮着50吨级的洲际导弹运转。本虎估摸着呀，美国五角大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那帮美国将军现在正看着朝鲜刚刚展示的超级大炮仗的照片头疼呢。这种可做长距离机动，离开铺装路面后还能下树林和烂泥地越野的9轴特车固体燃料洲际导弹，宣告朝鲜已经达到了与中俄两国的陆基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同级别的技术水平，只不过在指标上还略有差距，但本质上已经没有代差。以后美国人在战略构想中怎么对付中国和俄罗斯的核武器，就得拿出同样的认真态度，同样的精力去对付朝鲜，而且还不一定能对付得了。一旦美军打算冒着核实战的危机尝试在半岛冒险，那就得提前做好自家全境随时可能挨核弹的准备。美国人可没有把握拍着胸脯说能100%拦截洲际弹道导弹，只要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实战发射，那就是美国无敌神话彻底梦碎破产的时刻。其实除了这种超级大炮仗的核威慑之外，朝鲜近年来在小1号的导弹技术发射上也是建树颇多，例如对俄罗斯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进行逆向仿制得来的朝鲜国产版本，以及成功进行多次实弹射击的火星8高超音速导弹，这些新式常规武器使得朝鲜对敌战略纵深目标打击能力大幅提高，具备极强的突防能力，就是美国人摆在韩国的萨德看了他都得叹气。如此一来，不管是美韩联军摆在朝鲜半岛南部陆地上的机场，还是美国海军开到朝鲜近海耀武扬威的宙斯盾和航母，朝鲜那是来者不拒，以新锐导弹照单通吃。
看到这里啊，诸位朋友可能会有所察觉，没错，朝鲜以导弹强国的发展路线，其实与我国的东风导弹家族非常相似。东风导弹核常兼备，上打洲际，下反航母。现在朝鲜也是奔着这一目标去的，而且取得了不俗的建设成果，基本建立起了可靠、可信的对美国战略核威慑能力，足以在美国人萌生给半岛重燃战火的念头时，好好考虑清楚后果，而不敢轻举妄动。当然，朝鲜导弹确实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不假，但也是希望他们不要骄傲自满啊！我们这位同志的导弹强国发展之路依旧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比如说，用来搞区域拒止、恐吓美国的矛是有了，但朝鲜依旧缺乏发现锁定美国航母的眼，无法建立起配套且完善的多领域侦搜体系，而这也是朝鲜下一步需要继续努力的，这也是所谓区域拒止战术最核心关键的部分。不论如何，朝鲜有了让美国人不敢轻举妄动的实力，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未来等到重大军事斗争节点到来之时，至少我们不用担心美国人会为了强迫分散我们的军力，再撺掇美韩联军北上越过38线，朝鸭绿江进发。在抗美援朝胜利75周年之际，本虎也在这里衷心祝愿中朝两国友谊万古长青，同志兄弟的友谊在未来能走得更高更远。